普要到中东去出访了，赚得盆满钵满，不只是国家赚，他自己也赚了不少哦。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聊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第一次重大的出访行程，到哪里去呢？可不是传统的盟国，他要到中东去。一次呢，他要访问3个国家，而这个跟他第一任的这个总统任期一模模一样样。他第一次上任之后的出访呢，他也是选择了沙烏地阿拉伯，到沙特去访。那这一次呢，又是一样到沙特去，另外要到卡达，要到阿联酋去，一共3个国家。那今天我们就好好跟大家来说说，为什么川普呢看来看去还是喜欢中东。好，这很有意思了哦。好，我们要来看看他的行程。他行程是从5月13号到5月16号，那拜访这3个国家：沙特，然后到卡达，再到阿联酋。好，那有人说他这次的出访呢，有非常多重的意义，于公于私都有。我们一一来说。于公呢，当然他要去告诉大家，我们美国再度伟大，中东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伟大。所以呢，它是一个投资外交之旅。好，那当然呢，他要到当地呢去招商，帮美国多赚点钱来。那当然呢，这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中东这几个国家跟川普总统之间的眉来眼去，你跟我眨个眼，我回你一个微笑，差不多这个意思了。好，那么当然呢，在这个启程之前，你就看到非常多的声音了。一开始就说了，要到中东去，那这个我们白宫就传出消息了，说，这个川普总统呢，对拜登总统那个时候有一些这个 AI 晶片的扩散的一些管制。他觉得很不 OK， 不 OK， 所以呢，他要撤销，然后他会取而代之有一个他自己的管制措施。然后那个时候你还看说，会不会是辉达的黄仁勋从中游说，所以得到的结果？后来才发现，不，其实这是要给中东的大礼包。因为呢，中东对于这个拜登当初他所设下的这个 AI 晶片的扩散的一个规则非常不满意。因为呢，中东它于是乎呢，在这样的规则底下，它没有办法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它有一个限额的，所以呢，他就很不高兴了。我谁呀？我家有油我想买多少居然不是我说了算，这一点实在是中东人无法理解，所以呢，他对这个非常不满意。那现在呢，白宫释出了这样的善意，当然中东就很开心了啊。好，那于是呢，就是互视善意的开始。那我们来看，那中东方面给了什么善意呢？当然是川普，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川普来干什么？川普来当然是希望你要投资美国对吧？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多买一点美国东西嘛。那于是我们来看看这他要去的3个国家就陆陆续续都说了，我们愿意投资，我们愿意买。先来看卡达，卡达呢也是在中东地区非常富有的一个国家。好，卡达说，我买飞机。我跟你买什么农产品，跟你买什么美牛，小鼻子小眼睛，我们要买最贵的。好，还要买波音飞机，一买出手就是100架飞机，买了100架呢，他还说，说不定还有下一个100架，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飞机飞起来感觉怎么样。好，所以呢，他们说了要买这个100架波音飞机，那出估飞机有一个这个公告的牌价这个牌价上是写2亿美元所以呢，你就帮他简单算，2亿美元100架多少钱？200亿。那如果呢，还有他说这100亿如果用得很好，我再100架的话，那可能是400亿。哇，听起来就让川普龙心大悦，对吧？那于是他就讲说，我不只买你飞机，我还买你很贵的，我买你武器。这个川普听了更开心。所以你看到卡达已经释出了非常大的善意了。他说，我这个买你飞机这个军事军备我也可以稍微这个买一点，菜市场买菜一样那么贵的东西。于是呢，现在大家去帮他算说，这一次的川普来到这中东3个国家，他应该心里头有一个底，他想要办到的是，他要带3兆美元的一些订单回到美国去。好，那这是卡达嘛，说他们买飞机嘛，那可能买一些军备。那另外2个国家，我们来看沙特。沙特说我会投资你美国，这不就是川普要的吗？
投资美国，创造美国人的工作机会。那在美国呢，可能盖厂，那可能在美国有什么样的投资都行，反正你投资美国。沙特说他要投资1兆美元，投资什么呢？他要投资 AI 还有能源相关的一些建设，他已经承诺了，就是会投资美国。另外呢，我们来看阿联酋，阿联酋也说了，我就是一个10年长期计划，我要投资1.4兆的美元，然后投资什么呢？这个阿联酋也是很有钱的国家嘛，他们有主权基金也非常厉害啊。他投资的洋洋洒洒，计划书摊开来，好多哦。投资矿产的，然后他要在美国投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铝矿的一个冶炼的一个工厂，然后呢，他要投资的也是 AI 的相关基础设备，要投资各种的一个矿产的加工，都要在美国当地设厂。以前这些事情是不会想到说我要在美国做嘛，因为这毕竟就是有点污染的事情嘛，然后你又是有些东西劳力密集嘛，你怎么想都想不到。但没关系，你川普喜欢，我就盖给你，反正我有的是钱。好，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个沙特跟阿联酋，他们都已经答应了，反正我就是会投资，而且那个数字都是那个1后面好多零的那种啊，让这个川普很高兴。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都是这个中东国家这3个国家，这个要送还给川普的一个大礼包。你要给我这个 AI 的晶片，那我也送一点你喜欢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AI 的管制了。川普说啊，这个拜登他在最后任期最后1周签下的这个他们叫做 AI 晶片的一个扩散规则。那它有一个3级的一个这个，它把所有国家，全世界国家分为3级。第1级就不设限嘛，像我们台湾就不被设限嘛，就是你要买多少晶片你就买。好，然后呢，第2级国家，像是中东地区国家，它就被纳在第2级。那第2级什么意思？你可以买 AI 的晶片，你可以买 AI 相关的设备，但是你有一个限额，就每个国家它给你一个配额，你只能买这样。比如说举例啊，这个我没有仔细看那个数字，但举例，比如说沙特，你这个1年好，你只能够买这个1万片好这样的晶片。然后呢比如说你阿联酋，你1年你只能够买8000片，类似这样子的。所以他给你一个限额就很讨厌啊，说 maybe 我可能用不到那么多，但你给我一个限额，我就是不开心，我想要买更多。尤其是现在中东国家，他们都想要创造自己的主权 AI，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 AI 晶片的一个需求量是大的。那你给我设一个线，我就觉得很不 OK。所以呢，川普现在就说了，我要把拜登他最后签下的这个 AI 的一个晶片的扩散规则整个拿掉。他给个理由，他说那很复杂，什么分3级，麻烦死。到时候呢，这个川普他会再拿出另外一套规则来，但是呢，这个时机点，他说拜登讲的都不算，我要推翻他的那个规则。时机点很敏感，为什么？因为呢，时机点要实施的那个规则是5月15号。我们刚刚说，川普什么时候要到中东这3个国家？5月13到5月16，也就是说，他要在5月15号这个规则上路实施之前，我要马上说我要推翻，我就不 follow 这件事情。那于是呢，中东就嘿嘿，我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紧箍咒。那当然啦，川普来啦，川普是好朋友啊，所以呢，以后他想买多少晶片，可能就有多少晶片了。于是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是 AI 的管制要被撤销。那新的管制不晓得是什么，但反正旧的这个已经拿掉了。那当然对中东来讲就是非常开心。好，那我们刚刚讲了，一开始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管制被撤销了，最开心的应该是辉达，它的股价也的确的往上，黄仁勋也很开心，本来还以为哎呀我的这个游说这个奏效，后来才发现哎呀没有，我就是那个陪跑的，原来人家是为了中东啊，我就是那个陪在旁边笑。但无论如何他也是开心啊，因为他的晶片也可以卖到中东不设限嘛。但是呢，其实黄仁勋心里头最想要的市场是中国，所以呢，他还是在他弄清楚事实，原来不是为了他，是为中东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有感而发，他就讲了，他说，川普总统啊，到中东去，然后呢，想尽办法推销飞机，好，你推销100架，但是呢，他说其实中国的一个 AI 晶片的市场是好大好大，他说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市场，放弃的是500亿美元1年的市场规模，那是什么概念？我们刚刚讲100架的飞机是200亿美元，那在中国市场 AI 晶片的市场规模1年是500亿美元。黄仁勋说500亿美元什么概念？整家波音公司
差不多500亿美元，甚至不到那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它其实言下之意就是，你去卖那么多飞机，你不如让我卖晶片吧。而且他说卖晶片的好处是，我退出了这个市场，这个市场自然有人补上。黄仁勋说谁会补上？华为。于是呢，他说你要让我持续在那个市场，让我在那个市场是老大。那于是呢，华为就不会越过它，变成中国的 AI 老大。他说，如果我持续在那个地方的话，我就可以压制华为，我就可以让美国的晶片呢，它的技术依旧是全球最棒。好，那当然这是黄仁勋的说法，但现在川普似乎不太买单。当然我不知道黄仁勋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继续游说，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那个本事，让川普翻盘。现在看起来，你要让川普翻盘很简单。砸钱，用钱砸他就好。好，那于是呢，我们来看到刚刚讲到这个中东跟川普眉来眼去嘛，对吧？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很开心的撤销了这个晶片的限制，让中东开心。那中东我也再回礼一个，这个礼多人不怪，所以呢，中东又回了一个礼，回什么礼啊？他又说了，我们 OPEC Plus 增产。你就说，现在油价在跌耶。通常呢，油价在这个不断的往下走的时候 ，OPEC Plus 它会集合大家一起减产，因为呢，这个组织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让油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上。它太贵了，我们增产让它下来点；它太便宜了，我们减产让它上去点。那现在的状况应该是油价便宜了，我们要大家一起减产，让它这个油价再回去一点。结果 OPEC Plus 居然反其道而行，沙特呢出来领头，告诉大家说：“来，我们一起增产，我们让油价再下去一点。”然后就想说，你有事吗？因为这些产油国家，你的油价多，你才赚的钱多嘛，对吧？有可能是他们收钱太多了，这一点点小零头算了。但其实这个动作就是为了要讨好川普，让川普高兴。川普担心的是他美国的通膨，那于是呢，现在通膨又因为他的关税感觉又蠢蠢欲动，所以呢，很简单，我就让油价下去。油价下去呢，这个川普就不担心通膨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次7月份开始 ，OPEC Plus 的组织大家共同一起增产。40万桶每天，那当然呢，这个7月份的一个布兰特原油的一个期货报价马上就重挫，这个西德州原油重挫，大家都重挫了5%以上所以你看到了现在的报价在7月份的一个期货报价58块美金每桶，一个迅速的往下掉当然看到这样油价下跌，川普是高兴的，所以你就看到他们这个互相你来我往，你送我一份礼，我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朵花，你再送我一个什么样的小礼物，我再送你一个大礼包，好，这个礼尚往来，真是太开心了。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好喜欢中东川普呢，在这个上一任。第一个出访国家就是沙特，这一次还是沙特，跟以前所有美国总统都不一样。以前所有的总统呢，一上任，他们都是先到这个盟国去先跟这个老朋友叙叙旧。通常呢，美国总统一上任这个出访国家，首先不外乎不是墨西哥就是加拿大，再不然是英国，差不多都是这些传统的盟友铁杆的好邻居。这个好伙伴，英国都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川普偏偏就不，他第一次呢，他就到沙特去，那这一次还是选择沙特，那这一次呢，沙特、卡达再加阿联酋。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呢，告诉大家，我埋了一个伏笔我说他这趟呢，于公于私，他都要到中东去。为什么中东是他的好朋友？因为中东跟川普的一个磁场频率很相近。你常想这个把川普你拿很多卫生纸在他头上缠，你就觉得他差不多也像是那个你知道家里有油有矿的那种感觉，就是走路这样子很骄傲，有没有？就很像这个王子贵族对不对？天选之人嘛那种感觉。所以呢，他跟中东这些家里有矿躺在油田上的这些巨富贵族这个磁场很合，喜欢互相欣赏。哎呀，我们是同一类人。好，那其实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他的这个于私的行程是什么？你知道这中东国家也很会做人，我们就举个例好了。这个沙特呢，这个当初在上一任川普总统卸任之后这个真的很会做人。他不是说你卸任之后我就不跟你当朋友这个朋友谁知道你下一次会不会再回来？你看你被他堵到了。你知道沙特当年做一件什么事？沙特在2021年川普卸任了之后。他拿了一个大红包去投资了川普的女婿库许纳，
投资他的公司，投资了20亿美元。那20亿跟我们花20块钱一样哦，我就投资你，我买你一个未来。现在有没有买到？还买到了，你看是不是？第2任期第一个出访国家又是沙特，送你一大堆礼物。然后呢，这个阿联酋有样学样哦，阿联酋说原来还有这一招，是不是？于是呢，这一次呢，在第2任的川普上任之后啊，刚刚提到了他签了一份10年要投资1.4兆美元的一个投资案。投资案当中啊，当然写了我要投资美国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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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外呢，有一个小附注，你知道，我知道，嘿嘿，还有什么样的投资？我要投资川普企业100亿美元。好，这是投资川普企业，我就觉得哇哦，原来阿联酋也来这一招。沙特说怎么能被你学去？我也要，所以呢，沙特呢，他又投资，他要盖一个高尔夫球场，川普高尔夫球场盖在卡达。川普喜欢打高尔夫球，我让你来卡达打，我就盖一个川普高尔夫球场，我让你好开心，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跑啊跳啊，开开心心打你的高尔夫球。所以你看到了这些行程，或者是你看看这些这个家里有油的人啊做的事情，难怪川普喜欢他们，他们相爱，他们心心相印哈。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如果说在我们其他国家，你就会觉得怎么有这种事情？你拿国家的资源，你拿国家的一个这个政策，然后你去让中东很开心图利，然后你获得的，你当然是帮美国赚了一些外汇，但你同时也赚了一些到你自己口袋里，这不叫做图利，这叫什么？这就是图利啊！结果奇怪，美国人好大度，我都没有关系，他们总统干这些好事，他们都没有关系耶。川普呢，此行到中东赚了这个帮国家赚钱之外呢，帮自己也赚了一点钱，帮他的女婿女婿早就赚进来了赚了好多钱好开心哦，所以呢，开开心心的回来。那这个回来之后呢，大家就忍不住要这个好好的算算，到底呢这个川普的中东这一趟行程可以帮美国有什么样的一些外交的一些进账？有人讲了，他此行啊，你看到，当然刚讲到很多投资的机会，他要到了，然后呢，他也希望此行可以扩大他在第一个任期当中的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呢要促进这些中东国家跟以色列建立一个合法的外交关系。那第一任呢，他任期有办到，那这一任他希望可以有更多国家加入。但是很特别的是，他这一次你都到中东去，你没有去你的好朋友以色列他家晃晃啊？没有。当然可能地缘关系，他不想要刺激当地，因为毕竟现在这个以色列加萨走廊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还说我还有一个大礼包，隐藏礼物没告诉你，我要去把它改名。改名什么？他说波斯湾我要改它叫阿拉伯湾。那伊朗会跳起来。为什么叫波斯湾？伊朗的旧名字叫波斯帝国，然后呢，这个地方叫波斯湾。但是呢，我川普讨厌你，就像他说墨西哥湾已经被他改成美国湾嘛，对吧？所以呢，他就讲了，他说那你就改名啊，改个名字。有什么又不痛又不痒又不花钱？我就是名字改一改，我就是嘴巴上改名字，波斯湾改叫阿拉伯湾。然后呢，我得到什么好处？这些中东国家好开心，他们喜欢我我管你伊朗喜不喜欢我，伊朗跳起来关我。反正我本来就讨厌你，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是川普呢，他在这个中东现在呢感觉好像此行会交到很多的好朋友。那对于中东来讲呢，不缺的就是钱，所有能够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个事。所以呢，川普你想要钱，我就用钱砸你，砸出友谊来。但是呢，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们自己内部的媒体，他们的一些专家的评估也是，川普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人。你今天用钱砸他，明天说不定别人也用钱砸他。那所以呢，他也是一个摇摇摆摆的人。所以呢，阿拉伯国家呢，他们是心里有数的现在呢，看起来似乎用钱砸还有效，但是他们心里也明白，这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一个国家领袖，他什么时候会变，你真的不知道。所以呢，暂且现在能用钱买就用钱买，那接下来就见招拆招。只是呢，你要去改那个波斯湾的名字，伊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反制你，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喽。好，那么这是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一次的这个川普总统的出访喽，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